这4级图的线条，嫂嫂你可以摸的，摸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哎呀，可摸吧。3叔母的手巧极了，是不是？嗯，给娘看看。这少管事平时像个粗人，但这描金的手法简直是绝了。正好是4块。那这春天，就送给我貌美如花的嫂嫂。谢谢真娘。夏天呢，就给我大嗓门的娘。谢谢我真娘。秋天给我憨厚的哥哥。谢谢妹子。这冬天嘛，藏风蓄锐，自然是给爷爷啦。爷爷，李家的制磨坊简直是了不得，跟其他家的比，简直是整齐多了。这小的时候，我在里面经常玩捉迷藏，进进出出的，从来都没有看个明白。我这次回去，总算看到了里面的门道。制磨坊里的好东西，2个眼睛根本都数不过来。若是可以在里面跟伙计们待个把月，指不定能研制出多少新墨呢。真娘，你说是回去，只怕李家并不把你当成回来的人。真娘啊，你告诉爷爷，之后什么打算？我打算，等世墨会结束后再打算。七烟墨要等世墨会结束后才算真正的交工。真娘，世墨会后，这7烟墨跟你就完全没有关系了呀。不打紧，娘，反正这些本事都在我的身上。若是得了彩头，我就给咱们家宅子换上一换。爷爷，世墨会您去吗？徽州末夜，同仁定将一一到场。我既早已立誓退出墨行，就不好再去了。但是爷爷祝愿你的7烟墨，我们李家的7烟墨大成。好，那7烟墨制墨师李真宣布，我的第1场试墨会即刻开始。哎，评审官觉得如何呀？让我来看一看啊。这线头墨如漆，笔势将近处泛着活光，层次嘛风韵兼具律动感。好墨，好墨，当之无愧的
好墨呀！爷爷，我选你香不香？阿姐，你没想到，李家这位甄姑娘竟真能把七烟古墨复原出来。李真在制墨道路上的确颇有天分，只是我没想到，这入局之人竟是他。此事已尘埃落地，你投石问路，前路也应该明确了吧？天从人愿，是我知悉。看来阿弟已经打定了主意要入股李墨了，就是不知，这入股李墨可有私心？阿姐，这世间事最难两全，既然现在有机会，那何乐而不为？不是吗，阿姐？我本是海上隐商，你是亡命逃犯，都是见不得光的天涯沦落人。若非七帅和将军收留，只怕我们早就没了性命。七帅与将军恩重如山，可是阿姐到底要说什么？你与田家的血海深仇我知道，但是办军资才是你我来徽州的头等大事。你我义结金兰多年，与亲姐弟无异。我身为阿姐，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感情用事，办砸了差事，惹了一身的麻烦。阿姐说的对，多谢阿姐提醒。置办军资一事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处理妥当。但是阿姐，家人之仇，我岂能不报？阿姐只望你，凡事莫冲动。七九心里清楚该怎么做。阿姐，无需多虑。丫头，金陵那边的请柬都已经派人送出去了。徽州这边的各大墨商掌柜的，一会儿呢，我再遣人去送。啊，与李墨交好的几家磨坊，还有陈三爷这儿，我去跑一趟。就是严大人这儿啊，你是复原七烟古墨的制墨师，亲自跑一趟吧。如此甚好。那六爷爷，真娘先去了。快去！哎。你有去磨坊？今日我换了磨坊，似乎有些眉目。那快去呀！期限快要到了，咱不能让全徽州的人看咱们田母的笑话。这个笑话咱们怕是当定了。李家那真娘竟然真的把七烟古物复原出来了。我听说，李家还要借机办个试墨会，请这各大商户、徽州名士到李家墨轩去试墨去。爹，咱们怎么办啊？慌什么？李家想办试墨会，好，我倒要看看他这试墨会如何办得成。
哎，我怎么记着你们田家也发话说要复原七烟古墨啊？是。可现如今，李家已经复原出七烟古墨了，怎么你们田家反倒要另办世墨会？这是何用意啊？严大人，草民本也不想如此张扬，实乃家父托人将这百宝墨送入京中，呈到徐大人的门下。徐大人用后称赞有加，为此小的这才大操大办，以成徐大人的恩情。还盼严大人届时赏光历练，共襄盛举啊！你们老爷，你家的甄姑娘来了，说是来送七烟古墨世墨会的请柬。快请进来。是。真是巧啊！你们田家的请柬刚到，甄姑娘就来了，好巧啊！啊，好巧，好巧。真娘，没想到就会这么巧，你我两家的世墨会竟在同一天。这次世墨会，我家的墨已有京中徐大人的认可，只怕严大人去不了你们李墨了。真没想到你们田家还有这么一手啊！你别怪我，我并非针对你，生意场上没有朋友，只有输赢。不过，鹿死谁手尚未可知。告辞。这田家果真选在与我们同一日举办世墨会啊！田家意图不言自明，简直是寡廉鲜耻，龌龊之极。弟妹，我们的世墨会要不改个日子啊？甄娘，你觉得呢？七祖母，一味因循外物而变，自身也会失去方向。甄娘认为，这日子不能变。此举颇为危险啊！如今李墨和田墨对上了，胜算不大。那就想法子加大胜算。你心里有主意了？七祖母，若是能有一位举足轻重的书画大家为李墨试墨，又能有一位举足轻重的大墨商到场为七烟墨打开销量，这世墨会可就算成了。自然成。那关于试墨师的人选，你们想想，大家有什么建议？娘，与我们李家交好的有几位书法大家，广元先生善篆书，元佑先生善楷格体。娘，您中意谁？大伯娘，甄娘认为这两位先生都不适合为七烟墨试墨。怎讲？这李墨松烟墨墨色苍虬，篆书与楷格体自是相配，可是七烟墨长于变化，波动的线条最能体现出它的特色。要论书画试墨，山水最佳。七祖母，您认为东图先生如何？谁？詹东图？你在这说梦话呢吧？啊，李真，你了解东图先生吗？你知道他的脾气秉性吗？就在这儿信口开河。东图，弟妹，东图先生向来只与陈三爷交好，也只为陈家试墨，只怕咱们家请不动他呀。六爷爷，不去试一试，又怎知会不行呢？甄娘说的对，既然你心中已经有了成算，那这场试墨会就交由你全权操持。
东家，这账目核算没问题啊。好的。祁东家，好巧啊！哎，甄姑娘，怎么今日有闲情雅致，光临寒舍呀？无事不登三宝殿嘛，自然是有事来找祁东家喽。我来都来了，不请我进去喝杯茶吗？既然说我这里是宝殿，那自然有好茶招待，里边请。多谢。何掌柜，备茶。好嘞，东家。甄姑娘，请坐。那是我茶。坐。甄姑娘今日到此，到底有何贵干？我是特意来感谢祁大东家的。谢我什么？感谢你之前为我寻到了中清知府啊。就为这事？就为这事。哦，那不客气。东家，茶来了。好，多谢。请。你也喝。好茶，好茶。甄姑娘，即便是没有我，这中清知府的谜题，甄姑娘一定会找到答案。所以，甄姑娘，今日找我，到底有何贵干？祁大东家果然是聪明至极，我今日前来确实还是为了一些别的事情。请讲。这田李两家在同一天举办世墨会，这李墨呢需要一个大墨商前来镇场，所以我就想，田家，他们家复原出了这7烟古墨，那自然是没有。他只是想给李墨难堪，搅局世墨会。这世墨会若是办不成的话，不光严大人脸上无光，祁大东家一直以来的筹谋，怕也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了。但是这能镇得住场的大墨商，也不是说我戚某能请就请得到的，未免太看得起我了吧？这全徽州谁人不知祁大东家的厉害呢？若是祁大东家觉得为难的话，你就当我今日不曾来过吧。不急，请。多谢。那祁东家，我就不打扰您了，先行告辞了。慢走。告辞。甄姑娘，甄姑娘，请放心，戚某知道了，定将全力以赴。多谢祁东家。丫头，真是了不得。多谢三爷爷。放心，你家的世墨会，三爷爷一定到场撑腰啊！多谢三爷爷。我今日来还想让三爷爷帮我引荐一个人，为祁烟墨试墨作画。引不了啊！三爷爷，我还没说是谁呢。你找到我头上来，除了东土先生，还能有谁啊？
三爷爷，你们陈默跟东图先生合作多年，那想必关系匪浅，您就帮帮真娘吧。哎呀，丫头，不是三爷爷不想帮你，我是心有余力不足啊。东图先生这1年来，潜心在画西安江景图，屡试屡败。那个上齐云山闭关作画去了。好吧，既然三爷爷不帮我，那真娘便亲自去请了。今日来此也是告知爷爷一声，免得失了礼数。三爷爷，真娘先走了。等等，这齐云山那么大，你一个没怎么出过门的丫头，到哪去寻人啊？这样，你回去跟家里人再商量商量。不必了，我也不知道。反正就去齐云山上走一走，去寻呗。我走个3天4天的，到处找找，看看东图先生到底在哪。反正我也不是三爷爷的亲孙女，三爷爷也不疼我，就让我一个人去寻呗。站住！拿着这个去，东图先生就会见你了。多谢三爷爷，那真娘告辞了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哦，您说。东图先生是书画大家，你此行切莫唐突了啊！这事情成不成，丫头，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真娘明白，我就说了，还是三爷爷最疼真娘。告辞。甄姑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甄姑娘是不是要去齐云山找东图先生？你消息还挺灵通的嘛。若是甄姑娘不嫌弃的话，可否愿与齐某一同前往？是这样，齐云山呢，山高路远，这1人前行估计多有不便，2人前往相互有个照应。甄姑娘意下如何？走吧。我走累了，想吃大碗啊！弟弟，再快一点！小奈，你抓紧喽！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想起我爹了。我小的时候，我爹就这样扛着我，走过这牌坊的。早就对令尊有所耳闻。大明至末5节之首，8爷之子，徽墨新秀之名，实至名归。可惜啊，我爹走得太早了。那咱们同病相怜，我爹走的也早。你说当年，你爹也像你一样，越是不可能的事情，越要挑战一番。那当年你爹也像你这般乐于助人吗？
太漫过世界雨，你我主导消波了春意。窗棂悬着去年枝，茶几在袖口开出千里。烟丝绕梁袅袅，咱们就到这儿坐着歇一下。细数又是天间的游戏。你却结束这年，在这休息一下。又把恨悄然蜿蜒成溪。远山墨色让你眉间无情。刚才你在前面，你手是不是划伤了？没事儿。要是有胭脂墨就好了。什么墨？胭脂墨。哦，就是一种药墨，抹在伤口上可以消肿止血的。不过这胭脂墨，即便是在徽州也是不常见的，是我小的时候贪玩，每次出去以后回来都弄一身伤，我爹爹为了我特意研制出来的。不过这最后一块胭脂墨也被我送人了。送谁了？一个小男孩。是有一年的中秋节，我碰到那个小男孩的。他当时被一个人欺负，我上去帮了他。后来他就跟着我一起去摸秋，还受伤了。然后我就把他带回了我家，用胭脂墨给他治伤，最后还把胭脂墨送给了他。一个小男孩被人欺负了，你救了他。嗯。他够怂的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刚认识的男孩就带回家中，合适吗？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他那个时候才这么一点儿，他又不会伤害我。再说了，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把他当成我的朋友了。朋友？嗯。朋友。你都不知道他长得有多可爱。我当时见到他的时候，他的个头比我矮一截儿，整个脸是圆圆的，眼睛也是圆圆的，还梳了2个小揪揪，别提有多可爱了。要是你见到他，肯定也会喜欢的。嗯，也许。不过很快他爹就把他接回家了。再后来，他们家就出了事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，也不知道他现在人在哪里，过得怎么样。或许他人已经不在了吧。既然是你的朋友的话，那就祝福他。不过他有你这样的朋友，惦记着他，他若在人间，想必也会甚是欣慰的。走了半天，饿了吧？哎，给石头果，吃饱了也能暖和一些。你一个外乡人，怎么知道我们本地人出行会带石头果作为干粮的？我这叫做入乡随俗。其实我爹之前在徽州做生意，深爱徽州美食，家中的厨子也是从徽州带回去的。这师傅呢，就总做石头果，所以也给我经常讲石头果的风俗。你果然是大户人家的少爷啊，连厨子专门都请的是徽州厨子。嗯，那你其他家人呢？如今他们还在家乡吗？别不太平，家中遭遇悍匪，除了我以外，家人全都死于悍匪手中，只有我侥幸逃脱。对不住啊，我不知道你的身世如此坎坷。这些都是过去式了。
不过话说回来，以前呢，我的确算是大户人家的少爷，但是现在，就只能靠自己的双手，打拼出一番产业来。靠自己的双手，那才是真本事。时候不早了，咱们继续赶路吧，山里也冷了。好，走。走。走。两位请进。东土先生，晚辈李珍此次前来，特邀您为我李家新出的奇岩古墨试墨。这个陈三爷向来不轻易开口，看来两位小友是深得其心呐。近来齐云山中春寒未过，我刚沏了壶热茶，你们喝点儿，驱寒吧。有劳东土先生。二位小友一路寻来，这路不好走吧？路虽难行，但这一路上云海奇松，山水空明，如入画境。这齐云山不愧是钟灵毓秀的道教神山啊！齐东家，老夫在此地见了这座画室，你可知为何？那戚某就斗胆一猜，刚刚戚某观察到，先生的画作中，无论是山景还是河景，皆有松树，难不成和此处的松景有关？不错，老夫这一生啊，独爱松树，可今时这徽州的松林呐，是一年比一年稀疏，唯有退避此地，才能得到这块心仪之所。松林稀疏是因为徽州墨业兴盛吧？东土先生，我曾听我爷爷说过，这之前想寻千年松材，俯拾皆是，可如今墨客们想寻百年松材，都要往深山里面去找了。青挺挺的松树，把它砍了，做成了一块墨，交到我这种人手里，去画那些个消失的松景，真是可笑、可叹、可悲啊！松是徽州之魂，也是墨业之基。若是无人栽松，后人便无松可用，无松可赏。东土先生，我以茶代酒，向您保证，日后我必定会年年种松，为徽州，为墨业，为东土先生，也是为后人。那就加戚某一个，追随甄姑娘，为徽州的墨业和徽州的松林献一份力。好，既然你们有此诚心，那老夫何时下山，就拜托两位小友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回来了。甄姑娘去哪儿？我自然是回家喽。没想到你这个人还是有些用处的嘛。这一次谢谢你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好。哦。
你的包袱。我走了。告辞。疼吗？不疼，一点也不疼。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把他当成我的朋友了。朋友？也不知道他现在人在哪里，过得怎么样。或许他人已经不在了吧。前些日子各家都急于复原七烟墨，市面上生漆本来就少之又少，那田家更是大肆卖断方圆100里所有的鲜货，6月那儿也只剩下这么多了。这些生漆够产多少七烟墨10足10的算，也只能产10斤，远远不够啊。这样，把咱们的人都派出去找生漆，家里的下人可以任意调配，往北奔西安府，往南奔漳州，要快。是。少管事，少管事，哎，少管事，外面突然来了7、8辆马车，运了500斤生漆。谁送的？领头的叫萧七，说是义后生的戚东家特地给咱家送来的。戚东家，你这500斤生漆，对我李默而言，那可是雪中送炭，解了燃眉之急呀。老身以茶当酒，敬你一杯。戚老夫人，您千万不必客气。即便是没有7、9这500斤生漆，老夫人您叱咤墨业多年，这点小事想必也难不倒您。只不过呢，戚某征南闯北多年，比老夫人多见了些蝇营狗苟的小人伎俩，所以敢在那些人前面多走一步罢了。戚东家自谦了。世墨会就在明天，真娘请到了东图先生。可你这生漆，对我们李家而言，更是难得。戚东家，我李家做生意，向来讲究公道2字。这徽州生漆的价钱如何，我定会1分不少的结算给戚东家。老夫人，戚九是生意人，所以从不在乎眼前小利。此番前来呢，也是想与老夫人一起商议，日后与李家做一笔长久的买卖。戚某不仅要将这500斤生漆赠与李默，更要拿出1000两银子入股戚烟古墨。看来，你这500斤生漆，对李默来说，不是雪中送炭呐。老夫人，您多虑了，这500斤生漆，就是戚某与李家合作的诚意。世墨会请到了东图先生，那些墨商士子都未回帖子呢。戚烟古墨未必就能大成。那你说老身我，岂能让你戚东家
担此风险呐。老夫人，生意嘛，就一定会有风险。七九感谢老夫人为我着想。不过七九是生意人，所以从不畏惧风险，更自愿承担后果。李家，李默，就是戚某心中不二的合作人选。感谢，感谢戚东家对李默的厚爱。但入股七烟古墨，这是李默家业的传承，并非是一桩简单的生意呀。金老夫人，七九明白了。等到世墨会结束之后，七九再来拜访老夫人。小妆映铜镜，胭脂成红衣。回墙青砖掩湿篱，孤雁落成屏，孤芳难自已。过往细细无归期。一抹微风为我添妆，一抹微影引我心上，一抹微笑与我荣光，一抹为我痴狂纵我心光。为我添妆，一抹微影引我心上，一抹微笑与我荣光，一抹为我痴狂纵我心光。以爱为我礼让万物生。